全民进入答题修行的时代，答对问题可获得各种神奇的奖励，答错则会引发危及生命的各种危险。而刚穿越过来的我却发现，疑问之塔提出的问题竟然是自己在地球上的常识问题。作为一个前世普及常识的短视频博主，自己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常识。手机号码是多少个数字？11个。恭喜你获得奖励，掌握火元素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教室，却陷入一片混乱。我看到有个同学的身体突然化作一滩烂泥，却还活着，而且触碰到边上的桌角时，竟然直接将其腐蚀掉了。另一个同学的身体变成黑色，像一根木炭，轻轻碰一下就折断。一个同学的眼睛亮起光芒，里面射出光线，将教室的墙壁融出2个孔洞。啊！李白不是诗人，是打野。我答错问题了。李白是诗人，我回答对了。李白到底是打野还是诗人啊？李白是打野也是诗人啊，前者属于游戏类常识，后者属于文学类常识。这些问题除了自己，没有人有100%的把握答对。我跟他们非亲非故，没必要浪费时间。疑问之塔降临，肯定整个世界都变了。帮得了一个，还能帮所有人吗？现在要做的，就是不断提升自己。好在已经开始混乱了的世界拥有立身之本。安静，都给我安静一点，大家冷静一点，不要慌乱。现在越是慌乱，就越有可能触发问题。现在我们必须团结起来，互相帮助，才有可能渡过难关。答对问题获得奖励，答错获得危险，或许可以形成对冲。任何行为都有可能触发问题，所以现在最好什么都不做。我们必须团结起来，问题汇总，我们才有可能答对。文宏，你获得了什么奖励？我获得的奖励是灵力，成为了修仙者，就是网络小说里的那种修仙者。虽然现在境界不高，但是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好大家的。不得不说，李文宏的心性确实不错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反应。他的想法也是眼下最正确的处理方法，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卵用，留下来不仅没有任何益处，反而会惹上麻烦。你想做什么？现在待在教室里才是最安全的。没这个必要。你想干什么？对方无声无息地答对了问题，奖励的是火焰相关的力量吗？方云的实力比李文宏更强，这是变异人超能力。答对问题就能获得这些奖励，那岂不是说我们也能获得这些能力？他的能力在我之上，恐怕全力出手也不能战胜。方云不愿帮我们，我们只能自己团结起来。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不要这么自私，只有互相帮助才是唯一出路。你正在跑下教学楼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。这个触发问题的频率也太高了吧？如果按照这样的频率，今天过去世界上还能剩多少人？你已进入疑问之塔，请听判断题，英文字母有26个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你获得奖励，掌握水元素。之前是火，现在是水，接下来会把五行给补齐吗？五不五行的先别管了。门卫变异成了怪物，虽然还有人的样子，但消灭它不会让我有罪恶感和恐惧。他为什么要攻击我？那眼神里的渴望是变异后的本能吗？在击杀门卫时，我感觉到体内的力量变强了，对火元素与水元素的掌握变得更加巨大。击杀变异的门卫还能增强力量，应该不是杀人获得了力量，或者是解决了变异获得的力量。解决危险可以提升力量吗？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先回去。师傅，去明月小区。好嘞，你坐稳了啊！师傅，你慢点儿，别怕。我刚刚在疑问之塔里答对了题，获得了宗师级赛车手技能。这疑问之塔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跟神迹一样。开始我还以为是世界末日呢。小伙子，你得到了什么？我获得了一瓶矿泉水。我的同学没答对问题都发生了变异。啊！答错了获得的危险是会变异。群里的兄弟姐妹们怎么没人说啊？这不就跟卖降落伞的评论区里没有差评一样吗？都变异了，谁跟你说啊？到了。一共208元。
谢谢。好，你慢走。你购买了商品，成功触发问题，正在进入疑问之塔。请听题：开天辟地的大神是叫盘古吗？是。答案正确，恭喜你获得奖励，掌控木元素。眼下一动不如一静，以不变应万变。疑问之塔的降临带来了危险和机遇，必然有一个高潮时刻。等到这个时刻过去，世界必定会渐渐恢复平静，新的秩序会慢慢建立。这个过程会死很多人，危险随时也会出现，不仅来自于答错问题遇到危险，也有来自人心的黑暗。现在再来想，静观其变这一大致方向没有错，需要的是增添细节，比如怎么获取食物。我既然拥有堪比外挂的金手指，那就不用太担心安全问题。以这样触发问题的频率，自己获得奖励会越来越多，力量也会越来越强大。至于食物，这就是木元素的基础用法。你种植了植物，成功触发问题，正在进入答题空间。请听判断题：杵状指可以作为心脏疾病的判断标准吗？可以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奖励，掌握土元素。得了，现在种菜的土也有了。已经中午了，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你打开了油烟机，成功触发问题，正在进入答题空间，请听判断题：泰迪的外号是否叫太日天？是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奖励，掌控金元素。金木水火土都有了，这下齐活了。天大的事儿也比不过填饱肚子。你躺在了床上，成功触发问题。请听判断题：垂死病中惊坐起，下一句是燃烧我的卡路里吗？不是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奖励，掌握雷元素。才半天时间就触发了6个问题，一天不知道要触发多少个，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。我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5点，拿起床头的手机，准备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。你拿起手机，成功触发问题，请听判断题：蟑螂是否可以入药？是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奖励，掌握风元素。这是和元素过不去了啊！我都可以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奖励是什么了，不是光元素就是暗元素，也无所谓，来日方长。解决危险事件可以提升自身力量，大家不要慌乱，待在家里不要走动，尽量减少活动，以降低触发问题的频率。我今天触发了3个问题，然后接下来几个小时一直没有触发问题，会不会每天触发的问题有次数限制？解决危险事件可以提升自己的力量，这一点自己经历过，应该是对的。这么来看，这是疑问之塔的平衡设置，逼迫获得奖励的人去解决危险，维持秩序。那触发问题的频率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这应该也是对的。如果每个人都像自己那样一天17、18个问题，要不了几天时间人类就死绝了。这么看来，我也不能一直苟着，必须要出去解决危险，提升实力。虽然我可以通过不断的答题获得奖励，但不论是火元素还是雷元素或者其他元素，这些都是数量而不是质量。自己需要提升实力，就像一个修仙者拥有7、8种灵根，但他的修为只有炼气期，遇到只有1种灵根的元婴修士，也只有被秒杀的份儿。现在先不急，先观察一晚上，看看明天会有什么变化。僵尸还是吸血鬼，不论是哪种东西都很讨厌。看来是吸血鬼。如果是僵尸，被咬了之后不会马上复活，而且行动不会这么敏捷。吸血鬼的能力到底是奖励还是危险？对旁人来说倒是挺危险的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人，一不注意就可能咬了你的脖子。是便利店的老板。这金光不知道属于什么力量，之前我从上面感觉到了威胁，但并不强烈。现在看到金光变化，危机感隐隐增加了几分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自己这个小区里这个便利店老板会是最强的几人之一。你剥开了一半柚子，成功触发问题。四川是否有熊猫？有，恭喜你获得奖励，掌控光元素。果然是光元素，这个奖励一点也不意外。不知道是车炸了，还是有人故意点了汽油桶。我没有起身，
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吃着柚子，享受这份寂静。你打扫了桌子，成功触发问题。请听判断题：100 CF 点等于 EQB 对吗？对，答案正确。恭喜获得奖励，掌控暗元素。光元素和暗元素都有了。到现在为止，自己触发了9次的问题。这9个问题换了别人，如果没有天大的运气，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。就拿上一个问题来说，谁知道 CF 点是什么？我打算成立一个组织，有没有人要加入的？没想到班里竟然有这么多人活了下来。这个李文宏有2把刷子，要加入的我单独拉一个群。方云，你加入吗？抱团取暖确实是当下最行之有效的方法，但对自己来说弊大于利，没有加入的必要。况且之前大家就闹崩了，李文宏究竟是因为乐于助人有奉献精神，还是说别有目的？这一点自己无从考证。现在时间还早，得找点事情来打发一下时间。我起身到书房里翻翻找找，我挑了几本书。前世作为一个科普常识的短视频博主，我其实挺喜欢看书的。请听判断题：菊花不仅是一种花吗？请听判断题：标准水在100度沸腾吗？从疑问之塔出现到自己睡觉，一共12道题。如果抛去睡觉，我一天可以触发的问题会在15条左右。15个问题，如果自己不是穿越者，耶稣都救不活。你获得的什么能力？这么明显的尖牙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吸血鬼吗？真打起来，我能捏死你。我知道，但你得先捉住我。吸血鬼的能力不仅是力量的提升，还有速度和反应能力。本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结果发生了这档子事。唉，明天也不用上班了。你不是早就不想上班了吗？现在这事儿比上班更要人命，无时无刻都提心吊胆等待问题降临，而且还要想着提升实力。你不进步，别人就会把你压下去。命运如果掌握在别人手里，你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。他们娘俩睡了？睡了。接下来怎么办？就这么等着混日子，还是主动？主动。之前遇到了便利店李老板，他建议我们联合起来，清理掉小区里变异的人，同时把获得奖励的正常人联系起来。恐怕他们不会听你的。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。李老板比我强，所以我听他的。他获得的能力很特殊，也很强大，但他跟我说，这个小区里他不是最强的，只能排第2。还有一个家伙非常强大，听李老板说是个小伙子，年纪不大，像个学生。当时还在他那里买了东西，付了钱。他从这个人身上感觉到了强大的力量。如果能找到这个人合作，守住明月小区没有问题。从上午到现在，我没看到有学生样的人出手。如果他真的很强，不出手肯定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选择低调。这样一个低调的人，想让他站出来恐怕很难。这点我和李老板也想到了，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要他做什么，只是想借助他的力量威慑下面那些蝇营狗苟。李老板和我们还有几个很强的家伙，再加上他，我们明月小区在天南市应该是安全的。这也是李老板感觉出来的。李老板的能力是什么？应该是预知感觉一类的能力吧。靠着这个能力，他今天的几个问题全部答对了。全靠运气啊！就算答对了问题，也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奖励，可能是几类的物品，也可能是强大的能力。许多人开始做出反应，抱团取暖，弱小者向强大者靠拢，寻求庇佑。各种消息出现在网上，打人的、被打的、变异的、遇难的，各种事件数之不尽。危险降临，人的欲望也开始膨胀，秩序在崩溃。你睁开眼睛，触发问题，请听选择题：大卫的创作者是哪位雕塑家？你的答案是？没想到这才第2天就触发了选择题，是因为我答对了全部问题吗？还是说这是随机问题，只是刚好被我遇见了？我选第一个。答案正确。一道被解析的信息进入到了我的思维里，融合贯通后，我瞬间领悟了世界观想法。这是一门功法，准确的来说，这是用来提升精神力量的法门，与自己掌握各种元素的奖励是配套的。我是通过精神力量掌控元素的，精神力量越强，掌控元素的能力就越强。昨天击杀门卫后，我感觉到自身力量的增强，原来那种力量就是精神力量。极限范围只是这个房间吗？只是目前等级的最强力量。如果将这个境界定义为1级，那我没有意外就是1级里的最强者。谁让自己掌握的元素太多呢？疑问之塔每奖励1次掌握元素，我的精神力就提升1次。如今掌控了所有元素，我的精神力也达到了当前等级的极限，但这是没有拿到世界间想法时的极限。现在该突破了。随着运转世界观想法，我的精神力量瞬间暴涨，如同刺破气球一样，极限被打破。我精神力量冲出房间，笼罩着这栋8层的单元楼。恭喜你突破等级来到2级。这世界观想法应该只是破镜用的，
现在不管怎么运转，效果都微乎其微。日常提升力量，还是需要去处理那些危险。李老板，你怎么了？果然预测没有错。老板，你感觉到什么？虽然只有一些片段，但我看到了灭世般的雷霆。如果有他坐镇，我们小区将会是天南市最安全的地方之一。他获得的能力与雷霆有关，那我们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去找他呀！现在去找他，必定会无功而返。我们需要机会，一个能够进行对话的机会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现在不是时候，什么时候是时候？你们这样唯唯诺诺的样子，哪里有一点修行者的心气？以前是泥腿子，现在哪怕获得了强大的力量，还是泥腿子，改变不了身上的奴性。新的时代来临，有危险也有机遇，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一定只有机遇而没有危险，所以在这种时候，我们更加需要小心谨慎。如果你们把谨慎当成唯唯诺诺，那我想我们没有必要进行合作了。肖勇、肖宇两兄弟不属于这个小区，他们只是过来走亲戚的。他们的亲戚答错题变异了，坐下。而他们则答对了题，获得了力量。在击杀变异的亲戚后，力量得到了提升。然后佐野又处理了几个变异的人，让他们的实力在明月小区直逼李老板。橡胶化和泥土化这两种能力确实不用害怕雷霆，但那学生真的只有雷霆之力吗？我不能完全预知他拥有的能力，我的等级太低，受到了各种限制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无法预知不就是一种特别的预知吗？那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实力。哼，等到我们把这个学生拿下，你们就知道，机遇是留给有勇气的人的。唯唯诺诺，最后只有身死的下场。他们说的话是对的，特别的时候需要猛打猛冲这样的无畏精神。拥有预知能力的李老板都没动，那就证明他看到了不好的结果。末日里固然需要无畏的精神，但也需要谨慎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勇猛精进还是谨小慎微哪个更好？事实将会是最好的证明。这看起来是意见不合，实际上却是权力的争夺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可我根本就没想过掌控权力，我只是想少死一点人。你们说谁会赢？我觉得肖勇他们胜算更大。在预知里是那位学生赢了，但只预知到了结果。雷霆之力究竟是怎么战胜橡胶人和泥？时代变了，一切都必须靠自己争取。他们竟然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，寄希望于别人的善良，一群蠢货。有人进楼了。在他们走进3号单元楼的同时，我便感知到了他们的存在。来人目标明确，明显不是为了搜寻楼里的幸存者，可直接冲着自己来又是为了什么？是那个便利店老板吗？他是目前见过的实力最强者，之前等级没有突破，我还有些警惕。不过现在来到2级后，那人给自己的危险感觉已经完全消失。我不想引人注目，但你既然找上门来，我也不会藏头藏尾。你为什么没有下去？你们不要误会，我虽然答对了问题，但奖励很鸡肋，我想着下去也帮不上忙，所以就在上面待着。不过我报名加入了小区的团队，我也是其中一员，群里面也有我。这栋单元楼里住着一个学生，你知不知道在几层？我记得5楼有一个学生读高中，以前跟着爷爷奶奶住，后来爷爷奶奶过世了，现在是一个人住。你们找他做什么？你想要知道？不想。哼，一个只有鸡肋能力的男人，还不配入我们的眼。你打开门触发了问题，请听选择题。经典力学是以什么运动定律为基础？我选择第3个牛顿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奖励——暴风之剑。暴风之剑，不存在的剑，可以召唤风暴。对现在的我来说屁用没有。掌握风元素的自己，要想刮风也用不着使用暴风之剑。有点遗憾，但也仅有一点。你就是李爱国嘴里说的那个学生。李爱国是谁？小区门口便利店老板。哦，他说我什么了？掌握雷霆之力，天南市最强。他这么说你们就信了？李爱国获得的奖励里有预知的超凡能力，他预知到你很强，雷霆灭世。准不准？当然是不准的，我们来就是要证明这一点。而且他等级低，能力有局限性，实战不是数据对比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影响战斗结果，而且战斗智商也很重要。我觉得你还是个学生，在用脑子这方面还很欠缺。
怎么说？你不如低头看看。雷霆之力，速度应该会很快，但是现在我禁锢了你的双脚，你怎么行动？而且这些土掌就是我的身体组织，拥有吞噬超凡力量的能力，你只会越来越虚弱。所以你们刚才和我说这么多，就是为了偷袭我？我们又不是傻子，既然李爱国都说你很强，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全部的实力。至少以你目前的实力，雷霆是伤害不到我们的。你们找死！这两个人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弱，话倒是说得很好听，动起手来竟然没扛过半分钟。你推开门触发了问题，请听判断题：剪刀石头布是一种游戏吗？啊，是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奖励纸片人。我手里多了一些纸片人，都是些身材火辣的美女，除了好看没有其他的作用，也行吧，有总比没有好。战斗过程太短，从开始到结束其实也就10秒，就算加上之前的废话时间，勉强也只有1分钟。结束了。什么结束了，兄弟？你别想不开啊！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坚持下去，未来会有希望的。是昨天晚上在群里说话很嚣张的两个人死了。此时的楼下小区入口，众人都在仰头观望着3号居民楼，但等了许久却不见丝毫动静，这让众人不禁对李老板的预知能力产生了怀疑。雷霆灭世，现在别说雷霆，就是一点电花都没有，那个学生不会被轻松解决了吧？结束了，秦父说战斗结束了，看群里他发了消息。你看到他们的战斗了？怎么会这么快？拍个视频看看。人呢？没看见人啊！地上的那些橡皮是肖勇，地上的那一滩泥水就是肖宇。我就跟在他们后面上去，结果都没有看到战斗过程，1分钟都没有战斗就结束了。李老板，你到底预知到了什么？不是雷霆灭世吗？你不会是用假消息坑肖宇、肖勇两个人吧？我只能预知到片段，他必定有雷霆的能力，但肯定不止雷霆这一能力。从肖宇、肖勇的死状来看，至少有水刀剑相关的能力或者物品，而且等级不低，不然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把他们解决。我们组成幸存者居委会，互相帮助度过危险，一般的危险和麻烦，我就能帮助大家解决和规避。确实是这样，不过这样的话，我们不能算计他，不然到时候他不仅会解决危险，还会连我们一起解决了。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主题吧，商议一下居委会的规矩，只有制定了规矩，做起事来才会顺畅。家人们出大事了，我可能获得了小说里的系统。我脑子里刚刚出现一个声音，然后我答对了问题，系统给我奖励了内功，我要走上人生巅峰了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我的内功。别过来！推送来了相关视频越来越多，我看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而在看了这些视频评论区的评论后，我也收集到了一些信息。群聊界面退出去，通讯录边上便出现了一个红点，有人添加了我的好友。惠家便利店李爱国请求添加你为好友。我是小区门口便利店老板李爱国，我将小区幸存者的能力统计了一下，发给您一份。你的预知能力正确率多少？99%。那你所有问题都答对了？是的，我还帮小区里的其他人答对了问题。你对我的能力就一点儿也不在意吗？可以帮助答题的。既然你预知的正确率这么高，能够将所有问题都答对，那来找我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赞许呢，还是反讽呢？现在可不是以前，随时都有可能迎来危险，不能让任何危险的东西进入小区。这里距离小区很近，任何的危险隐患都必须尽快排除。少一次进去！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将这诡异的男孩给消灭了。佛法最讲究心境，可是此刻连我的心境都险些崩溃。那东西只怕比我高出2个等级，我是1级，他起码是3级。我刚刚预知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引出来的，可能会危害到我们明月小区。
什么东西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正在淘米煮饭，成功触发问题，请听判断题。鱼是12生肖之一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哭上棒。我刚刚在小区门口杀了一只小鬼，保险起见进行了预知，然后就预知到了恐怖的画面，一个鬼气森森的女人正向我走来，只是看了我一眼，我便感觉意志快要崩溃。如果我是1级，她起码是3级，那她要是不骑马呢？骑马？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？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我怕这会儿给我们小区带来灭顶之灾。大哥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这么淡然好不好？我在跟你讲要命的事啊！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您的力量能不能战胜这种3级的危险？你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不是惋惜，而是记得自己之前想的是吃排骨面来着，怎么把饭给煮上了？3心2意，果然做不好事情啊！仔细思索这个女人的事情，要说和李爱国没有关系，那是不太可能，毕竟是他杀了小鬼引来的。可要说和他有多大的关系，其实也就那么点关系。必定是有人答错了问题，触发了危险。而我刚刚获得的法器哭丧棍，打人差点意思，打鬼一打一个不吭声。刚刚还阳光明媚的天空，已经有一半被乌云覆盖。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李老板，这是怎么了？杀了一只小鬼，引来了更厉害的角色。他是冲我来的。这股力量好强，李老板，你能战胜他吗？这是我惹来的，理应我把他引走。我先走一步，祝大家平安。就这么让李老板一个人去面对？这力量我们只是看着，心里便涌出了无穷的恐惧。就算我们一起去，又能怎么样？3号楼的那位呢？恐怕他也无可奈何。看来今晚又有热闹看了。准备离开小区，将这越来越近的危险引走。李爱国要是走了，自己还得追出去，多麻烦啊！他的力量太强，我的预知能力在他的力量笼罩下无法使用。你不是会预知吗？预知一个我看看。既然你无法预知，那我来预知一下。你也拥有预知的能力？已经预知过了，接下来会怎么样？接下来我会很帅。那这些危险到底是凭空创造，还是从别的世界摘取？这和他想象中的场景不太一样，不是会很帅吗？我可以用暗元素将自己隐藏起来，但等级太低，会很快被找出来。看着近在咫尺的女鬼，我给你看一个宝贝。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来了就别想走，法相天定。这哭丧棒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更强，4级的女鬼没有一点反抗之力，那对上5级的鬼物，岂不是威力也不差？你正爬进窗内，成功触发问题。世界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，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灵法炎浪佛。炎浪佛是水火2系灵法，将2种力量融合在一起，凝聚出一尊巨大的佛像，可以用来镇压敌人。一个消息弹出，遮盖了屏幕上方。我点进天窗里看看这人发了什么消息。自己记得这个女孩是班里班花来着，一点进去我就看到这句话，想都没想，我直接退出来了。不救，班花哪有排骨香？和我一模一样的人，我愣了愣，往下去看图片。图片很清晰，是艺人的正面照，看去这人的面确实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我瞪大眼睛，急忙点进视频中去。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这是巧合吗？我思虑再三，我决定回学校里看看，那人必定与自己有着某种关联。看了这人刚刚那蓄力一刀，也就是2级的水准，现在过去找他，在力量上还有优势，
怕就怕放任这人到处屠杀，力量提升的速度比自己快，到最后再来找他，那就糟糕了。我马上就能突破进入第3级，足够保障自身的安全。此时过去是最好的时候。这一现象很正常，可却让我警惕。不是说有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在屠杀吗？方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看看。你不会是外面活不下去了，回来寻求帮助吧？学校里已经组成了联盟，由姚主任做头领。学校里没有出事？能出什么事儿？从昨天下午起到现在，学校里一起大的危险都没发生过，而且有姚主任在，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危险也不会有事儿。金柔锦呢？我找金柔锦。他叫我来的。你开玩笑吧？金柔锦昨天就死了，他答错了问题，身体直接裂开了，尸体都是我烧的。金柔锦昨天已经死了，那刚刚给自己发消息的是谁？这还能有假？我和刘杰他们几个一起烧的，你不要装模作样的。昨天丢下我们跑了，现在又跑回来，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你是谁？用金柔锦的手机给我发消息是什么意思？我懒得多想，直接打了视频电话过去，自己倒要看看对面是个什么鬼，不敢露脸，又是一个小丑。紧张？我好想你来舔一口啊！紧张？我马上就来，那我马上就来。弱智！他走了，你发什么抖？我没发抖啊，是你在抖。好像是地震了。哎，那里怎么会有个洞？不要过去，快跑！说自己好香的，不会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吧？好恶心！被女鬼说好香我可以接受，但被这么一个人不人狗不狗说好香，自己有点吃了屎的感觉。只是看着源源不断的从深坑中涌出来的人头狗，我并未有出手的打算，倒不是有什么恶毒的想法，而是在寻找那个将自己引来这里的罪魁祸首。不要乱一起出手，把这些东西消灭掉。既然找不到躲在暗处的人，那就用绝对的实力将这些阴谋诡计都打破。你扯了扯裤裆，成功触发问题，请听选择题。第4个，秦始皇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规则道具梯子。只要拿着梯子就能进入任何地方，可用于穿过结界、封印、小世界壁垒、别人的家里等等地方。这规则道具会不会太 bug 了，跟个万能钥匙似的？你要怎么做？我要把这些东西都逼回坑里，然后将他们镇压，看他们源源不断的上来。我怀疑下面有一个地下空间，这些玩意儿都是从里面出来的。趁着他们还没开始攻击，我想先问一下你是几级？2级恐怕不够，不是我们不相信你，而是这些怪物的数量实在太多了。3级。真的假的？3级不愧是3级，只过去1天，差距就这么大了。如果1个月、1年，那差距又会大到什么地步？崔英杰，别愣着了！你他娘的榴弹炮呢？快给我推出来！姚老师，你咋知道我的军火库里有榴弹炮？你自己说的，杀敌越多，你获得的力量越大。你又没有修为，力量肯定都加到军火库上面了。刚才杀了这么多怪物，你的军火肯定更加丰富了。别愣着了，把炮推出来！肉山，给我拦腰炸断！快再来一下！这下我看你们怎么搭肉山，搭一次我炸一次。不好，冲我们来了！大家一起攻击！
现在很迷惑，他为什么能被人操控？他是冲我来的，幕后操控的人把我引到了这里，然后打开这个地下世界的通道。因为地下世界藏在学校里，所以他才把你引来这里。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，危险是会主动袭击获得奖励的人，力量越大，越是会被盯上。他的目的就是消灭你，从而提升世界，从而提升自己的等级。所以他为什么能操控这个地下世界的开启时间？他是地下世界的掌控者。他应该是用到了某种方法，地下世界有没有掌控者还两说，就算有，他又怎么可能会玩网络？吸引自己来的那图片和视频，必须是资深的计算机工作者才能做出来，会上网的都不行，必须是资深计算机工作者。电动车哪儿去了？你要走，我们学校这边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那去哪里可以找到你？没事别找我，有事也别找我。一路飞过去浪费体力，走回去又太慢，还是扫一辆共享单车吧。还没有断网，共享单车应该是能扫上的。系统提示音：你正在擦灰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，请听题。苏轼的哥哥叫苏辙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大师级酿造技能。你还做生意吗？做生意的话，送我回小区。瞧你说的，相见就是有缘，我免费送你。不白坐你的车，这个算路费。不用不用，末日里食物很重要，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我既然拿这个当路费，自然是因为我不缺，我从来不欠人情，免费的才是最贵的。你现在进了我的车里，还这么明目张胆地告诉我你有很多食物，你就不怕我对你动手？我敢这么做肯定是不怕的，反倒是你就这么让我上了车，不怕我对你做什么？怕个啥？我的车自带防御装置，如果在车里你还能对我动手，那在车外面也没有区别。不是我跟你吹，我的车功能齐全，力量强大，你一个科技武器怎么还能驱邪除魔、打鬼杀妖？谁跟你说这是科技武器了？我这是科学与玄学的产物，不仅能驱邪除魔、打鬼杀妖，还能辨别真假，推演命运，预知未来。你说推演命运，预知未来，真的假的？骗你干什么？虽然我没有力量，肉体凡胎，但我的大宝贝等级很高，4级之内在车里我基本上无敌，所以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你在车里，就没有人能伤害你。我在看着你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这谁呀？就是他把我设计引诱到学校里来埋伏了我，应该是一个危险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哎，你不是说你的大宝贝能进行推演预知吗？能不能算到这个幕后黑手是谁？当然可以啊，来，我帮你推算预知一下。欢迎收听今天的电台节目你问我答。那么让我们接入今天的第1位幸运观众黄辉逢。谁是黄辉逢？我啊。黄辉逢先生你好，你有什么问题呢？主持人你好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有朋友他叫方云。我有一个朋友他叫方云，他遇到了一点麻烦，被人算计了，我们想知道算计他的人是谁。这就是推演预知？好的，稍等，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些时间，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。这真不是情感连线节目吗？欢迎收听，让你们久等了。黄辉逢先生你还在吗？我在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已经查出来了你所问的问题的答案。你刚刚问的是有人算计了你的朋友方云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算计他的不是人。不是人？那是谁？他是一个智脑，也就是人工智能，我们查不出他的来历，只查到了他所在的位置。他在哪里？他没有生命，网络就是他的生命，他以数据的形式存在，寄存在网络里。设计引诱自己的不是人，是人工智能。一个人工智能说我好香，他想吃掉我，到现在还没有断网，大家还可以上网冲浪。
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在操控某些东西，维护着网络。你说它厉害吧？如今末日时代真不怕它什么人工智能。可你要说不厉害吧，我们又离不开信息网络，处处都受到它的监控。而且末日时代对这方面的注意还大大的降低了。有什么办法消灭这个人工智能，摧毁所有的数据储存装置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个智脑不仅仅是生存在网络里这么简单，它还能操控一些现实世界里的东西来维持网络的正常运转，能控制外物保护自己。那消灭它，阻力就大大的增加了。那它会攻击我们吗？世界这么大，到处都有它的存在，除非把这个世界全部毁灭，一部手机、一张储存卡都不留。我能进入信息世界把它消灭吗？智脑掌控信息世界，你进到里面那就是死。啊，看来这个危险怕是永远都不能消灭了。哪个人答错问题引发的？这次的你问我答节目就要结束了。他为什么要操控学校里的地下生物来攻击我？他没有操控，只是知道学校下面潜藏着一个地下世界。好了，节目到此结束，期待下次我们的相逢。再见。你是不是很强？什么？根据危险攻击奖励这一基本原则，智脑知道学校有危险，所以把你引诱到学校。因为你很强，你到了学校不需要智脑做什么，前方的危险会自己苏醒，然后攻击你。智脑根本不需要操控什么，只需要把我引诱到藏着危险的地方就行了。所以你真的很强，强到了整个天南市里别的人都不算计，只算计你。你不会就是之前那个把女鬼消灭的人吧？多少钱？多少土豆？谈钱伤感情啊！而且一次预言多少土豆都换不了。这样，我以后要是遇到危险，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我一次就行了。狮子大开口啊！这叫投资。这2天我帮了许多的人，哪怕只有一个能活到最后，对我来说也是大赚特赚的。我看着你呢。你把手机扔到一边，成功触发问题。倒计时10秒，请听判断题：柳月是正月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魔法披风。我查看了一下魔法披风的信息。兄弟，问个事儿。哇，妈妈是天使哎！真是天使。你们知不知道这片地区最厉害的那个人在哪里？知道一点，就是之前解决了女鬼的那个人，还有学校这边发生的战斗，你们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城外60里有一个月湖，你知道吧？在哪里？说是要到那里隐居修行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哥，咱们走吧。好。呵呵。月湖的风景其实不错，去了也不算白去。好。晴空万里，蓝天白云，看起来一点也不压抑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？明明是末日降临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大家的情绪竟然没有太过绝望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自己这2天所见到的人，无论是小区居民还是学校里16、17岁的学生，情绪并不高涨，但也没有那么绝望，甚至有一些还能有说有笑，这就非常的奇怪。或许是因为心智不坚定的都没活下来。有可能。不过我还有一种猜测，你说会不会是疑问之塔在影响大家的情绪？别到最后大家都成了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。是不是人并不重要，就算疑问之塔没有降临，世界上是人的也不多。管它最后是什么，能活下来就行。车载雷达可以探测300米范围内的一切障碍物，系统自动在车外生成全息影像。我往前看去，四周果然浮现蓝色的全息影像，将近处和远处的景象都模拟出来。这种感觉就像行驶在虚拟世界。你看我牛吧？你的出租车是科学与玄学结合的产物，既有现代科技，又有玄幻能力。出现一个全息导航，根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这雷达可以探测到生物吗？当然可以，生物和死物没有区别。只要探测到了前面，就会有红色的投影，屏幕上也会有红点。那是什么？不对啊，怎么没有显示？外面的大楼和街道，我这都有投影，
屏幕上也有模型，没理由探测不到。那妖魔鬼怪可以探测到吗？也可以，不过要切换模式。等一下，我把模式切换一下。怎么这么多？我擦，撞鬼了！你干嘛？撞邪了也用不着配个音乐吧？你听错了，不是音乐，是佛咒。我的车是有降妖除魔的功能的。大悲咒？什么咒？我不知道啊，这里面自带的。你看着吧，小小邪物不在话下。可他们怎么没反应？应该需要一点时间。3分钟了，还是没反应。这些妖邪可能是聋子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用。大悲咒是佛教音乐不假，但作用是提升自己的力量，根本不是用来驱邪的。用往生咒可能都比大悲咒作用大一些。换一首，试试其他的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与驱邪也没关系，这个玩意儿有点不靠谱。要不我来？等等，再试一下。什么鬼？送葬的？怎么驱不走？力量太小了，棺材都没有，送什么葬？跟上去看看，遇上了我们就躲不掉了，危险会主动攻击我们。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出了事儿你得出手啊。别怕，我带你们去驱鬼。不会出事吧？警报没响，说明问题不大。他们要是一直走下去，什么也不做，在城里绕圈圈，那该怎么办？别急，再跟10分钟。10分钟后要是再没事情发生，直接灭了他们。要不我们别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撞过去把他们全给解决了。我开出租车这么多年，没开过这么慢的车。怎么还响起警报了？老弟，你看出什么没有？这个场景莫名的熟悉，自己以前做科普的时候做过相关的视频，当时是普及茅山道术，里面提到过这种禁术中的禁术，红白撞煞，永不超生的水鬼，加上结婚当天惨死的新娘，一旦相撞，凶上加凶，怨上加怨。我也只是在书里和电影里看过相关的片段，没想到在这个世界里竟然真的遇到了。他们也没撞到啊。不知道，我猜因为是疑问之塔降下的危险，所以红白煞是一体的。白煞被我们解决了，红煞撞不到白煞，它就失控了，变得很厉害。那他们要是撞到了一起，达到平衡，是不是就没事了？会更厉害。那怎么做都是错呗。其实我也是在我老家那边听来的，这种玩意儿对普通人很凶险，但对修行者来说屁都不是。不过这些玩意儿如果也有修为，那情况就又不一样了。现在是展现你能力的时候了，开车撞过去。爸爸，后面也有鬼！不是撞散了吗？棺材才是主体，棺材不毁，煞气就不散。我猜棺材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我知道，而是有一滩水。他们这是要前后夹击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打不过。他们比我强，只强一点，但就是这么一点我干不过。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用。
什么办法？打开车门，把他们装进车里。车内4级我无敌，可以把他们当兔子打。车外就不行了。没有必要，还是我来吧。水鬼虽然是阴煞，但他离不开水。曲线杀鬼，我不能直接灭掉水鬼，但可以把他身上的水都给剥离。这样也行。这叫利用规则。还愣着做什么？撞鬼新娘啊！雨怎么没停？那就说明真的在下雨，而不是阴煞引来的阴气凝结。系统提示音：伸手接雨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。请听判断题：九华山是佛教4大名山之一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3彩舍利。3彩是高僧舍利，5彩是罗汉舍利。这个高僧不知道是几级，白煞和红煞都被消灭了，还剩下2件不知道什么作用的器物，棺材跟花轿。这些东西怎么处理？你喜欢的话自己留着吧。虽然是我消灭的，没有你出手，我也消灭不了。我们平分，你先选，我挑剩下的。棺材这东西谁喜欢？而花轿装过死人的，和棺材没区别，你自己拿着用吧。我看不上。棺材和花轿应该可以组合起来用，分开了作用大打折扣。我以后要是要用，直接来找你拿。好。刚刚获得了3彩舍利，对于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，我是真看不上。放在答题空间里还占位置，那也行。我先送你回去，再来研究这个棺材和花轿。系统提示音：你正躺到沙发上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。请听选择题：糟糠之妻形容妻子的什么？1品德，2家境，3外貌，4地位。第一个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篝火。之前的选择题让我获得了规则道具，这个也是选择题。篝火的作用应该不比梯子差，只要往里面投入不同价值的柴火，就能烧出不同价值的宝贝来，必定能获得同等价值的东西。但好不好用不太确定，以小博大就是赌，小东西换好东西。给出的信息并不详细，只能自己来试。来吧，开始吧。怎么是鹅蛋？土豆换鹅蛋，这是以小博大吗？土豆变鹅蛋，鹅蛋变雨伞，雨伞变水晶。由此可以看出来，这是以小换大。这下我确定了，篝火的本质是以小博大，而且算起来爆率还是不错的。手机变成了砖头，自己得想个办法再去弄一部手机来，但不能用自己的身份，不然智脑又会找上来。现在的人工智能变成危险，就得时刻提防它不讲武德的偷袭。它为了生存，会自己维护网络的正常运行。不过，这也不是没有好处，幸存者就能从网上获取消息。我做了一些烧烤，然后泡了一碗方便面，把泡面吃了，烧烤吃了，再喝一杯冰凉的饮料。我的幸福感达到了极致。请听判断题：杜甫是澳大利亚人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亡灵元素。请听判断题：咸味是百味之首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肯基吉全家桶。第一位女状元是傅善香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降头术。亡灵元素让自己惊喜，全家桶也还不错。降头术就有一点那种阴暗手段不屑于用。算了算了，睡觉去吧。雨在前半夜下得很大，到了后半夜变得小了一些，而在天快亮的时候，突然又下得大了起来。天是灰色的，雨如瀑布。
小区里的低洼地方已经被淹没，这么大的雨，几年也碰不到一回。修行佛法竟然会掉头发，真是变秃了也变强了。这炸鸡味道不错。云哥，这鱼有问题。你昨天不是预知过，说只是普通的鱼吗？是这样的，没错。但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单纯的雨下得多了，也就成了危险啊。你的意思是，暴雨灾害？特殊时期就得往最坏的地方想。如果真是暴雨灾害的话，那就得快点去搞一部手机回来。手机进水就不能用了。等会儿，把你手机给我。你有几张电话卡？又是土，又是金属，又是水。我以为自己的手机触犯了天条。电话卡可以上网打电话的，有2张，我换一张。好，就是一张电话卡，用不着这么警惕吧？就用一个消息换你一张电话卡吧。有人答错了问题，引发了危险。这个危险是人工智能。你应该知道智脑是什么东西吧？除非把所有能够储存数据的东西都摧毁，不然没有办法消灭它。这东西是危险，自然就会袭击我们幸存者，越强大，就越会被它盯上。我就已经被它盯上了，所以我的手机和一切与我有关的东西都不能用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网上的消息还可信吗？这样你自行斟酌。之后如果我给你发消息了，你千万不要回复。我懂，你以后都用我的电话卡了。我走进移通营业厅，拿了一部手机，自己没有选择最贵的，而是挑了一款前置摄像头升降的款式。如果智脑入侵了这部手机，想要通过前置摄像头获取自己的面部信息，就必须先把摄像头升起来。正在给手机设置密码的我，突然感觉到胸口一烫。这是佛骨设立给自己的危险提醒，这么滚烫，就像被烧红的铁块烙了一般。这得是什么危险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东西毫无征兆的出现，如果不是佛骨圣离提醒，自己现在已经被偷袭成功。对付这种看起来阴晦的东西，用雷霆与佛力最好。啊！急急如律令，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刚刚答错了问题，引发了危险。疑问之塔降下了5行尸鬼，正和他打着呢，他突然就跑了出来，还对你进行偷袭。你身上的气息也太招摇了吧？可能我身上比较香吧。按照疑问之塔的底层逻辑，对于那些饥肠辘辘的危险来说，自己就是一块行走的肥肉，谁都想来啃一口。我叫游龙，住这附近，主持导游，兼职道士。没想到疑问之塔降临，我还真成了道士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来充话费？差不多。那你要小心，最好不要在外面随意走动。这个时候不仅要防备危险，还要防备人心。你一直在帮人解决危险，助人为乐嘛。而且解决危险，我的实力能够得到提升。我还要去把这尸鬼处理了，就先走了。你要是遇到麻烦，可以去新兴小区1202找我，能力范围之内，我都能帮你解决。有点那股子仙侠的味道。
仙侠讲究的就是一个仙气和侠义，这两样游龙都有。相信等到对方的实力提升，这世上必有他的一席之地。被油布盖头的尸鬼突然动了起来，油布被一股力量掀开，符纸自燃。来的时候挺酷炫的，没想到是个渣渣。一个照面我犯了2个错误，高估了游龙，低估了尸鬼。1对1面对面的战斗，游龙应当不弱于五行尸魁，只是他却没想到五行尸魁会假装被擒，然后突然偷袭。这个智商一般凶物都没有，而且五行尸魁的实力似乎也比我们之前遇到的要强上一些。你好香。女鬼调戏我忍了，毕竟是女的。人工智能调戏我也忍了，毕竟只是一段数据。现在五行尸鬼这鬼玩意儿也调戏自己。击溃的太过容易，很可能是陷阱。不对劲。这尸鬼是什么时候把身体用水质分身替换掉的？土，五行尸魁，金木水火土是吧？开始还以为五行尸魁是拥有金的躯体、火的攻击、木的生命力、土的力量源、水的法术，这种组合起来的五行。现在来看，却是因为能够使用五行法术，所以叫五行尸魁。这五行尸魁的战斗意识比想象中要高得多。既然这样的话，炎浪佛。为了破开尸魁藏身所用的水法，我直接将方圆300米的积水雨水全部吸进炎浪佛中，制造出一个边长为300米的无水立方体。我将自己的身体托举到半空，俯视下方，积水与雨水都被吸走，五行尸魁的水行法术被破，显露出真身来。转瞬之间，尸魁穿堂而过，先一步落到你身上的是我的暗元素，不管你化成金木水火土，你都无法挣脱暗影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有我的能力？哎，新的变化，水火元素进入尸鬼身体，其实就是用尸鬼替换佛身。平衡还在，一旦尸鬼未死，水火失衡就会瞬间爆炸。在外面空间，水火元素压缩不到这么大，进入尸鬼身体里却可以。尸鬼身体里的空间比外面还要大吗？内藏空间，不知道篝火可不可以烧尸体？一根针又很重，定海神针，仿品。算了，就当你是定海神针。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治水，我直接尝试了一下，银针刚一进入水之中，街上的流水顿时就不动了，连波纹都没有，好似凝固一般。这玩意儿是真的，而且比想象中更强。哪是定海啊，这是定水啊！凡是与之接触的水，全都不能动。虽然自己没有法力，但就是放出去砸人，也能活活把人给砸死。什么哭丧棒，什么炎浪佛，都往后烧一烧。兄弟们，我来到了北雪城，发现了那个兄弟的遗体。不过我要说的不是这些，而是北雪城又出现了。你们看，被陨石毁灭的北雪城居然出现了，不是标题党，也不是特效，已经完全毁去的城市突然又出现，没有超凡者能够做到，这绝对是疑问之塔的杰作，就是不知是奖励还是危险。北雪城就在那里，兄弟们，我要进去看看，你们等我好消息。我看了看视频发布的时间，这是昨天的，过去了一夜，应该有了发现吧。我滑进这个人主页查看，什么都没有。
一夜过去还没有结果，我顺手点了关注，返回推荐页继续刷视频。大家别等后续了，那个博主已经死了。我刚来到这里，也准备进去查看，结果路上就看见了他的尸体。我的能力比较特殊，让我逃过了一劫，也幸好没有深入。这不是人城，是鬼城，里面全是鬼，越往里走鬼越强。外围已经有4级的鬼了，核心地带不知道有多强的。如果这里面的鬼爆发，我们可能没救了。鬼城没有爆发，那就说明需要契机，自己还有时间。我点开评论区看了看，里面大部分人都很消极，一部分人表示无所谓，只有一小撮人表现出了乐观态度。大原市的围杀行动还在进行，许多人不顾触发危险，依旧进行追杀。兄弟们，最新消息，2级超凡者已经死了5个了，1级不知道有多少，数量还在增加。这应该是末日降临后人类最团结的一次了。大原氏这个词自己有点印象，什么围杀，什么团结，大家肯定很懵。我来说一下原因。起因是一个女人获得奖励之后，开始无差别屠杀，不论是人还是怪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大海市蜃楼集团向大家问好，本集团高手如云，有特殊能力，能帮助答题，现邀请更多仁人志士加入，一起抵抗末日。天南市暴雨了一夜，许多地方都淹起来了，可能会有暴雨灾害，大家小心。东海出现了一条巨龙，3爪通体黑色，盘踞在日升岛上吞云吐雾，没有攻击人的倾向。玉仙湖出现一座蟹岛屿，上面的一切都是机械。高原上出现了一座原始森林，里面有远古生物出没，一只恐龙从里面跑了出来。你正在扯动内裤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。请听判断题，压轴是指表演里最后一个出场的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玄武血脉。身体里所有血液被替换成玄武之血，我的身体强度便陡然增强，一条条神秘的图文缠绕在我的体表，很快又隐灭下去，身上的气息变得雄浑厚重，身体里的血都变成玄武的了。自己还是人吗？玄武大补吗？如果吃了自己身上的死皮，能达到补身的作用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已经上午10点了，从起床到现在中间经历了一场战斗，这才触发一个问题，这频率比起昨天少了许多。今天不会只触发几个问题吧？哼。你正在打哈欠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。请听判断题，大雁为古代结婚时的聘礼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酒葫芦。这是一个储藏酒的葫芦，每倒一次都能倒出不一样的酒来。酒的味道甜甜的，不仅不辣喉咙，反而清冽润滑。我换了个杯子，又倒了一小杯。第2杯不再是甜的，也不甘醇，只是抿一口，感觉全身通透。第3杯酒是酸的，酒液到哪里就火辣辣的疼，进入肚子顿时就像被火烧了一样。你确定那个人是跟你说大佬来了月湖？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4遍了，我很确定那个少年就是这么说的，他没有骗我的必要啊。可我们找了1天1夜，连个人影都没有找见啊。如果那个人是在骗我，那你说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别急，先休息一下。你的机器不用休息，我这血肉之躯可不行。你说这雨再下几天不会把天南给全淹了吧？天南那么大，又不是小镇，再下几个月也不会全淹了，最多一些区会淹起来10几米。不过月湖要是决堤了，那天南底定是完了。你在说屁话！
月湖靠近天南市这一面更高，湖水先溢出去也是从另一边，把天南全给淹了没可能啊！除非有人把这边大堤给炸了。我没发射啊，想啥呢？那边有人在炸湖岸，快过去看看！炸大坝，有危险阵营的东西要淹天南，好算计啊！水淹天南不知道能消灭多少奖励阵营的幸存者，他的力量恐怕直达7、8级，7、8级保底10级。天南人口800万，就算第一天死一半，第二天死一半，现在还有200万，死个20万所获得的力量都不可精量了。哎呀呀，被发现了！你是什么人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胡碧，以前是一个外卖员。第一个问题侥幸答对，获得了奖励。你不是危险变异者，为什么炸湖堤？你难道不知道，这里炸开，月湖的水会淹进天南市区吗？我知道啊，不炸掉堤岸，怎么制造出毁灭天南的灾害呢？为什么？你被人伤害过，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没人帮你，还被奚落嘲讽，因此你恨这个城市。什么鬼？你们想太多了，我就是想单纯的制造一场灾难。你们看，这个雨下这么大，下这么久，必定是要形成暴雨灾害的，天南就会整个被淹，城市会被摧毁，死的人也不止几个，那会是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。不过用不了死那么多，死到10万人，我再出手将洪灾控制。我解决了危险，这么大的危险被我解决，我的力量将会直线提升，至少是10级。你们肯定也知道，危险本来就存在，我只是把危险加大一些而已，怪不得我。解决危险，提升力量，这危险指的是答错问题引发的危险，你人为制造的，又怎么可能算在里面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试过？用踏马的屁股想也能想到啊。没有试过又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。所以你已经试过了？我没试过。这不正要进行实验吗？你用几十万人的命来进行实验？那就陪你们玩玩吧。这些酒不是只会醉人这么简单，还有其他功效。刚刚就喝到了一杯增强念力的酒，这让我的等级直接来到了3级巅峰。只是可惜刚刚只倒了1点酒，下次再遇上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不过自己已经记住了这酒的样子和味道，下次再遇见就直接倒一屋子再说。临近中午该睡午觉了，酒劲冲不冲散都无所谓，睡着了疑问之塔是不会触发问题的。我坐到沙发上，扯过被子，倒头就睡。在我睡着之时，玄武血脉中自带的力量自动开启，符文在皮肤表面显现，自己被浮现。这可怎么办？交给我吧。爸爸是天使，他受伤了。快去找他。不是，大哥，你别说鸟语，你说人话呀，我没听清。身体有明显伤口21处，肾脏、肝脏破裂，肺部受损，6根肋骨折断，腰骨破裂，多处肌肉撕裂，受伤严重。他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找他去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哥，大点声，我听不清啊！危险！防护罩开启。
鸽子升级还没结束啊！时间不多了，快带我去找他。狐婢要炸月湖堤岸，他要引大江的水淹整个天南。水淹整个天南，把天南淹了，他上哪儿溜达去啊？坐稳了。虽说末世降临，天南城市慢慢破烂，可这里终究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，是我的家乡。我绝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出现。兄弟，时间紧迫，方云老弟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他！有人在追杀我们，他是3级，马上就要过来了。我带你们去。不用带我去，你带鸟人去就行了。你不去见他？总之，你先带他去见方云老弟，我把车弄出去。云哥，开门呐！开出租车的老哥来找你了。那个鸟人来找你了。是天使。对，那个天使鸟人来找你了。你最好有个正当理由。不是我找你，是他找你，是昨天送你回来的出租车送来的。有人要炸月湖堤岸，水淹整个天南。所以呢？有人要炸月湖，水淹天南城。我知道。所以呢？所以请你快去阻止他。一旦天南被水淹，会死很多人的。这个人是危险阵营的。什么级别？不是危险阵营，他是奖励阵营，至少是3级。他要加大这场暴雨灾害，然后再出手阻止这场灾害，以此提升自己的力量。这样也行？还能这么做？不知道，他说他也是在用水淹天南进行这种实验。这不正好？既然是实验，他加大了危险，他也会把危险解决的。要死很多人，如果不死人就不算危险。他要水淹死几十万人之后才会出手解决危险。奖励阵营的人消灭了也无法获得力量，至于会死很多人，这关我什么事？我不是救世主，也不是大圣人，尊重每个人的命运，这才是正确的选择。我的行事准则就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好处我没享受到，责任还要我来承担。你看我是那种喜欢犯贱的人吗？洪水过来，你也会受到影响。能影响我的洪水还没出生，以后别把什么人都往我这里送。不是我要送来的，是那出租车司机送来的，我只是帮忙搭了把手。他人呢？在车里。他车呢？在楼下。就这样吧，你最好去洗一下澡，这样看上去精神一些。等等。怎么？不用你阻止这场灾难，但你能不能去救救我的朋友？他还在月湖那边拖延时间，我愿意给你报仇。那先进来吧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！人不犯你，你不犯人，现在人犯你了，你要去犯人了吧？你没长脚还是没长脑子？不知道走楼梯？入鸡丹，竟然还有意外之喜。以前都是自己装，没想到今天跑来一个人在自己面前装，多说一句话都是在浪费时间。阎浪佛，这么笨重的东西，连老鼠都砸不到。啊！全是分身，每一个都是3级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我们死定了。云哥，对方是3级吗？是个鬼的3级，最多2级。他的力量特别应该与水有关，能够借助水中的力量。下面是积水，天上又是下的雨，他的力量直接来到3级。他的本体最多3级，本体3级，借助水的力量来到4级。我有预知的能力，答对这么多题目，怎么还是1级巅峰？奖励的不一样，注定实力的不一样。有的人答对10个题目，可能全是生活技能；有的人只答对1个问题，直接成神，运气好而已。哼，我也想要这种运气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我最不怕的就是水，10级来了都没用。那就好。你上次遇到那个女鬼时也是这么说的，最不怕鬼物，你还不怕什么？干脆全说出来。
省得我担心。从来就只有我在别人面前如此淡定，还没有人能在我面前这么淡定。我给你2条路，要么臣服，要么死。你跑这么远过来，就是为了在我面前放个屁？都要开打了，还说这种屁话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就记住我的名号，不然待会儿打死你了再来说这话就晚了。杀死你的是水神胡碧，记住我的名字。你爹年纪大了，记不住。玩水，我也非常在行。我还在想你会耍什么花样，原来这是在展现力量。分身杀不死吗？所以这就是水神的能力。在我思索之际，胡碧又已经凝聚出水球来向我射去，水球被我控制原路射回去。胡碧的500多个分身全部被击破，化作一滩水融进水里，然后1000个胡碧凝聚出来。300是300的解法，500也是300的解法，数量到了1000，自然还是300的解法。我知道胡碧的力量是怎么回事了，来源于水，只要有水就有源源不断的力量。但不论数量如何多，其上限都不会超过本体的等级。也就是说，胡碧的本体3级，分身2级，借助水的力量永远只会是3级。如果换成另一个人，确实无敌，有嚣张的资本，继续跟他耗下去没有个结果，而且消灭分身也没有意义。既然结了仇，那就顺藤摸瓜搞他全家，不然一个接着一个的来，烦不胜烦。他这是打不过逃跑，还是战术？这种能力简直就是无敌。就算找到本体又怎样？只要有水，我就能源源不断制造出分身。所以阻止与追击是完全没必要的事情。反倒是那只鸟之前惹到我了，所有冒犯我的人都该死，这只鸟必须死。他的心胸极其狭窄，不然也不会从月湖追杀我到这里。升级升的可真是时候。虽然能够轻易地将这些水分身消灭，可是与方云之前攻击时一样，消灭多少又会凝聚出多少，怎么杀也杀不完。不过此番情景，我之前在楼上便已经见到了。我看这只是暂时的压制。胡碧的能力太 bug 了，只要有水，他的力量就源源不断，除非波浪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天晴积水蒸发。那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当然是跑啊！如果没有特别的手段，胡碧根本就杀不死。快下来，我带你跑。谢谢，真是麻烦。佛力又增长了几分，帮助别人牺牲自己，我的佛法都能精进。现在距离2级已经越来越近，再有一个契机就能进入2级。放哪儿？副驾驶。这个家伙的能力太独特了，我可以一直和他耗下去，但这没有意义，只是浪费时间。趁着我的共振封印制约住了他，我带你去月湖那边，有方云在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我的出租车1级只能在路上跑，2级可以水面行走和潜水，3级就能飞行了。估摸着4级可以直接进入太空，5级可入幽冥地府，但这只是估摸。在靠近天南市的暗低处，已经被炸出一个巨大的缺口。不过在这缺口位置却有一个光团将其堵住，而胡碧站在湖面上，正不停轰击着光团。这光团是一个防护罩，而在防护罩内是一个穿着战甲、背着飞行器、手里拿着玩具枪的少年。一人拖住胡碧，一人跑去摇人。这应该就是那鸟嘴里说的那个朋友了。这防护罩能扛住胡碧的攻击，至少是3级巅峰或者4级。看这个样子，应该不是4级器物，只是3级巅峰。收了你的玻璃罩吧，他在跟你闹着玩。邓德祥终于把人请来了，我拖住了时间。也许吧。胡碧虽然只有3级，但现在站在月湖上，又下着大雨，实力能达到4级，这个防护罩根本就不可能挡住。唯一的解释就是胡碧在闹着玩。我等你很久了，能控水又能飞，我没有感受到法力和灵力，你的力量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？
反派死于话多。待会儿我会先撕烂你的嘴，再杀了你。大哥怎么办？他好强！你在这里撑了这么久，有找到他的弱点吗？特别的自恋算吗？说了等于没说。算了，你离水远一点。怎么控制狐婢自己知道，可怎么杀掉狐婢就无从入手了。这要怎么把它从水里分离出来？如果不是还有雨水从天上落下来，远处大江里的水在奔流，此刻这幅场景就像一张刚刚拍出来的照片，一切都定格在了一瞬间。你这是什么法术？这定水针的定水范围大致也就刚刚好一个月湖大小。说起来这点范围有点拉胯。月湖水位在4米的时候，水量容积为73亿立方米，水域面积2300平方公里。我想的是月湖连接着大江，定水针能不能将大江也定住？大江连接着海洋，海洋是不是也能定住？海洋连接着其他江河，这些江河是不是也能定住？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。我问你话，这是什么法术？该怎么把狐婢杀死？说起来身上有用的杀伤性道具并不多，而此时能派上用场的似乎只有哭丧棒了。用哭丧棒把狐婢的魂聚出来，这个法子好像可以。哥，怎么了？你有消灭他的办法吗？这没有。你能把他控制住，不能杀了他。你知道的，这个该死的疑问之塔给出的奖励不成体系，体系太多了，控制住不一定能杀。他在尝试挣脱束缚。随他。老子是水神，是神，神是杀不死的。你有种就杀了我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。这下有办法了。定水吗？我知道，早上的时候我就见过云哥用过，整条街的水都被定住了。怎么了？来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现在才发现有点问题。你快用你的收音机问一下，这个狐婢是怎么回事？虽然都是4级，但我感觉她比那个女鬼要更特殊。其实也正常，我们又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，想事情大多数时候都是走一步看一步，只要在大的方向上没有问题，那就不打紧。欢迎收听今天的电台节目你问我答。那么让我们接入今天的第一位幸运观众黄辉冯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？主持人你好，我有一个问题，还是我的那个朋友，他遇到了一个敌人，叫狐婢，自称水神。我想问问这个水神的底细，怎么才能消灭他？好的，请稍等。问题的答案我们已经找到。是什么？狐婢，天南市嘉年县人，曾因盗窃猥亵男子引发斗殴而入狱3年，患有轻度精神疾病。疑问之塔降临，他答对问题，获得了水神的身份与能力。他的肉身已经毁掉，灵魂进化成了神魂，融入了水神神位里。他的能力是与水合一，遇水控水，水就是他的力量之源。而要消灭他，只需要毁去他的神位就行了。那要怎么才能毁掉他的神位呢？用手掰断即可。啊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结果消灭狐婢竟然只需要轻轻一掰，见鬼呀！别说话，没这么简单。鬼知道神位在哪儿？他的神位在哪儿？在神庙里，神庙在神界。怎么去神界？神界无处不在，只要持有神界的令牌，或者用绝对的实力捅破神界，都能前往神界。现在的力量捅破套套都费劲儿，更别说神界。哪里有神界令牌？请稍等，解答问题需要时间。怎么了？
可以了，我有办法去神界。什么意思？梯子能去神界？怪不得你这么张狂，有这种近乎无敌的能力，换了谁都会一样。不过你运气不好，遇到了我。凡人不是不能诛神，我可以开挂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把你的神位放在神界里，我就没有办法拿到？我不仅进了神界，我还找到了你的神位。不可能！你不可能进入神界！你不是神，也没有令牌，你打不破神界。下辈子记住，没事不要去招惹别人。我本来不想管你的，你水淹天蓝我也不想管，但你撞碎了我的玻璃，又把我家弄得很乱，那就对不起了。神界，这不可能！不要，求求你，我知道错了。神界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神秘威严，相反是一片鸟语花香，清新自然。在森林与草原的交界处，有一座巨大的神庙，庙门大开。我走进去，一眼就看到了供台上拢共就3个神位，水神在最下面，上面是山神，在上面是裁决神，在上面还有7级，也就是说，在诸神里有着10个等级。外面3级实力的水神，在神庙里只是最低级的。水神、山神看不出什么，一个裁决神就可以看出，这些神灵与地球华夏传统中的神明不一样，倒有点像西方神，不过也说不定是2种神明的结合。燧人是钻木取火，普罗米修斯偷取火种，他的火从哪里偷来的就不言而喻了。本以为这神位会有多坚硬，结果就像一块饼干，轻轻一掰就断掉了。你正在掰断神位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。请听选择题：淄博是世界上什么的发源地？1. 烧烤，2. 足球，4. 乒乓球。第2个，足球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规则道具纸牌。神界里也能触发问题，偌大的神庙里现在只剩下2块神位，就这么离开有点可惜。来都来了，是不是应该带点东西回去？神界的花草树木或许拥有奇异的功能，我便采摘了一些。我离开了多久？10分钟零18秒。在神界里自己也就待了这么长时间，看来神界与现实世界的时间流速是一样的。云哥，神界里是什么样子？门票钱200我嫌贵，50又便宜了，100块差不多。怎么有种平价旅游景区的感觉？这是神界？这话里会有什么其他深刻的含义？怎么听上去就是一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评价？怎么样了？找到神位了吗？找到了，掰碎了，还发现了一件事。他没了神性，神魂变成普通的灵魂，此时的就是一个孤魂野鬼。如果被阳光照射到，一样会魂飞魄散。你是孤魂野鬼？3级的水神，在神庙里只是最低1级的神灵，在神庙里还有2个神灵，一个比一个高。如果里面的1级和外面的1级对等，那这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4级的山神，还有5级的裁决神。如果里面的1级对应外面2级，那就是5级的山神和7级的裁决神。不说7级，就是5级，那也是无敌的了。胡碧这个3级水神就这么棘手，更何况5级？怎么没听说这些人站出来呢？有这个实力组建一个组织，不论是答题还是获取超凡资源，都是有益的。人各有志，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5级、7级，哪怕是10级、20级，在你这里不都是和蚂蚁一样？是这个道理啊。能够自由出入神界，轻易掰断神位，几级的神灵有什么区别？我知道啊。那你刚刚还一副严肃的样子跟我们说这些，好像要大难临头了。不说出这些神明的强大，怎么能凸显出我的牛掰呢？神界的土，见者有份。哦，
主要是神界要是降下神罚啊，诅咒什么的，不能我一个人扛。一点土不至于吧？我要杀了你！力量都没了，你拿什么杀我？你以为我只有水神的能力吗？你以为我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吗？你以为我没有从别处获取到力量吗？哦，所以你还有其他的什么手段呢？这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人被水淹死，就是这月湖古往今来也不知道淹死了多少人。我现在虽然是灵魂状态，但我有一鬼法可以召唤出水中冤魂，他们的怨念之力足以把你们全部杀死。鬼法？冤魂？冤魂？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这种的治好了也流口水，还鬼法还冤魂，自己打的就是冤魂。唉，你正在揉眼睛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，你已进入疑问之塔，请听判断题：母鸡是能在生理上变成公鸡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背带库。说起奖励，我在神界里获得的那个规则道具纸牌，还没有查看这个扑克牌的具体作用，还有那些从神界里得来的东西。那么多东西，有一件是有用的，那都是赚了。行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吧。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力量提升，但也不是没有收获，至少知道了神界的存在，还获得了一些值得探究的东西。纸牌就是扑克牌，不过不是54张，而是13张。清一色的红心牌，从3到 A， 没有大王小王。这纸牌的规则竟然是前世的抽牌喝酒游戏，抽到不同的牌代表不同的规则。酒桌上的喝酒游戏，到了这里竟然成为了规则道具，这玩意儿怎么用？让人喝酒，别人要杀你，你拿出纸牌和他玩游戏喝酒，把人灌醉了就不杀你是吧？那我要是不喝呢？再仔细看看，说不定看差了。应该会有新的含义。梯子都有了新的功能，纸牌应该也有。真庆幸仔细的去看了纸牌的规则，这些卡牌有了些微的变化，变得更强大了。抽牌的规则没了，我可以自己选择使用哪张牌。当使用 A， 那么就能指定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，不局限于喝酒。使用2，不再是陪酒，而是共担伤害。对面攻击自己，自己受到多少伤害，对面也受到多少伤害。3，逛3园，自己说出花园，那么对方就必须10分钟内不断的说出花园里的花，一旦说错就会变成说错的这个东西10分钟。4，指定对方与其他人进行决斗10分钟。5，说出照相机3个字，10分钟内对方不能动，一旦动了会被禁锢10分钟。6，一棵柳树扭一扭，2棵柳树扭2扭，读错之后会被柳树抽打10分钟。7，防期过，10分钟内从1开始数，数到了7和7的倍数，直接死。8，厕所牌，指定一个人不停上厕所，没尿液了尿血，10分钟之内没死获得自由。9，必须在10分钟之内喝1杯酒，超过时间没喝到或者没喝完，将会面临雷劫。10，谁和自己说话，谁就将变成一个神经病10分钟。J，受到的伤害转移到左边的人身上。Q，受到的伤害转移到右边的人身上。K，完成上一个人布置的任务。第一个任务由自己布置，而后没有一个人被自己使用了红心 K， 做了任务之后他就要布置一个新的任务。红心 K 和 A 有点像，不过还是有一些差别。一个是别人布置任务给别人，具有延后性；一个是我做出指令给别人，具有及时性。这13张牌的能力有一些地方重合，但依然不能忽视他们的强大。
没想到酒桌游戏竟然会成为这么强大的规则道具，而且一来就是13张，只给1张牌也能撑起一次奖励。然而疑问之塔却一次性给出了13张，选择题就这样了。等刷新出填扩题了，奖励又会怎么样？现在弄清楚了纸牌的规则，得去试一试，免得以后要使用的时候因为没用过而出现意外。正好还缺一点力量达到3级巅峰，还能试试规则纸牌。然而当自己定睛一看，却惊讶地发现这里面竟然还有熟人。都末日了，你这个经纪人还这么拼命地保护自己的艺人做什么？过来跟我们一起，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分享他。你们败局已经确定，再打下去只是浪费时间。你不会已经爱上他了吧？你是混娱乐圈的，不知道圈内人是个什么样子吗？你还当宝贝把他捧在手心里，也太搞笑了吧！要想碰爱君，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成哥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死也愿意。放心，我拼死也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只是好可惜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的。不，我要跟你死在一起。下辈子你早点来，不要让我等太久，好不好？你们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？到死都不变心，这是多么珍贵的感情！越是末日，我们就越应该保护这种不可多得的品质啊！我看过你的盗版电影，相见就是缘分。这次我帮你一把，就当偿还你电影票钱了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要怪就怪你们倒霉了。你们放心，我出手很快的，也不会杀了你们，就把你们击倒吧。好了，虽然我没花钱看了你的盗版电影，但现在我救了你一命，我们俩清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腿受伤了，有点疼，不受控制。我刚刚都是在硬撑着装的，要不是你出来救我，现在我已经死了。伤得重不重？他们死了吗？没死，只是失去了行动能力。你不用害怕，现在就算是一条狗，也能打死他们4个。太好了，那你可以去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杀了你，我能升级啊！你真的好香。在你出现我的面前的时候，那香气扑鼻而来，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么香的味道。你可以安心的去了。我就说哪里怪怪的，原来你才是危险阵营的。他们4个气息邪恶，反而是奖励阵营。刚刚那只是一具分身而已。可我明明看到你的表情，羞涩的跟一个小处男一样是吧？看你长得不错，陪你玩玩。那他们暗影束缚，一点小手段。一开始听他们劝经纪人一起分享你，我还以为是分享你的美色，现在看来是分享杀了之后获得的力量。这么看来的话，经纪人是奖励阵营，你是危险阵营。你们2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？你不想杀他吗？还是说你们之间真有爱情？和他们拼了！不必了，对不起，不能陪你到最后了。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替我活着。他是奖励阵营，杀了他也不会提升力量。只要你们愿意放过他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玩弄我或者杀了我，我都心甘情愿。真的假的？这话说的自己心潮澎湃。漂亮的女人就是站在那里不说话也让人异动，更何况说出了这种话呢？真的什么都可以？能探查你的心脏吗？可以。你可以去死了。他想干嘛？不会要把经纪人也杀了吧？经纪人是奖励阵营的，杀了也不会提升力量啊。他不会杀的性情，连我们也杀了吧？我们可没有惹他。我听到了。您随意，您随意，你想杀多少杀多少。是啊，是啊，你要是想把我兄弟杀了都行。你们当我是杀人狂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有一些好奇。好奇什么？对，就是好奇。现在又对经纪人出手，我们很好奇这经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对，我们就是好奇这个。我确实说了答应别人的事一定会做到，可我刚刚答应他了吗？况且就算答应了，但如果是他事先骗了我，那我反骗回去不算什么吧？骗了你？我不理解他是怎么骗了你。一开始我也没有察觉，刚刚仔细回想了一下才感觉到问题。卓爱君竟然愿意为经纪人去死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因为爱情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就是因为爱情，所以才奇怪。爱情这种东西只有影视剧里才会有，现实社会里怎么可能存在？这大佬不会被爱情伤害过吧？就算真有爱情，我就当他有爱情。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来试试就知道，是不是真的昏迷了？竟然被你发现了！你上当了。什么意思？刚刚的这些话，什么爱情啊，什么第三者啊，
其实都是我编的。我从来都不是个喜欢说废话的人，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的废话，就是为了炸一炸你。没想到用雷霆一加热，你直接就暴露了。看来我感应的没错，你的身体里果然有东西。如果只是隐藏的不好被发现了，倒也还没有那么气愤。可这却是被炸出来的。你别你啊我啊的，现在确定你有问题，那你就去死吧。要我死，我先让你们死。既然我活不成，那大家就鱼死网破。这些白雾阻拦了自己的去路，白雾中有浓浓的阴冥气息，比上次还要浓厚得多。要不是胸前的佛骨舍利亮起佛光，将自己保护在内，这些阴冥气息已经让自己受伤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是滑下来的，总是能碰到一些鬼啊神啊的。眼见周围的白雾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浓密，我脑筋一转，有了一个骚主意，把3根香捡起来，直接送进了答题空间里。在我把香收进答题空间时，就听到了锁链与地面摩擦的声音，声音越来越清晰，渐渐的声音到了近处，浓雾里的身影显露了出来，一手拿着金色权杖，一手托着铁链，神情冷漠。这还不是虚影，而是实体，是七爷亲临，7级8级的不都得给灭了？为了对付我一个小小的4级，我何德何能啊？圣兽血脉，佛门传承，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凡人身上？实力的差距却是不能弥补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。怎么他要杀你？你还让他把杀你的工具给你？他是傻子吗？还真是傻子。我是神经病。所以呢，要给你颁个奖吗？只要与自己说话，就会变成神经病。你这是何种力量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这棵树为什么长得像个人？因为我本来就是个人。我收起红桃石的牌，把他的金棒和魂链也收起。胡说！你要是人，那周围这些是什么？他们是树。明明就是人！疯了，你们都是疯子！行行行，是人。其实在使用第1张牌的时候，自己可以让他自杀来着，但怕他力量太高，自杀也杀不死。他的等级在7级以上，8级、9级、10级都有可能，但他也无法抗拒。哥，他怎么了？可能想妈妈了吧？你们走不走？走，那走吧。红心武是照相机，说出照相机3个字后，对方10分钟之内不能动，动了将被禁锢10分钟。照相机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他到底是谁？该死的，竟然拿走了我的枯散棒和拘魂链！去给我找一个人，不，5个人，他们的样貌是……我回到明月小区的时候，外面街道上的水已经淹没了半层楼。我看了一眼，没管这些，就返回了住处。4级可以影响天气，但自己的力量还不够稳固，打算等力量稳固了，再来把天上的乌云驱散，解决危险。救人是次要的，主要是解决暴雨危险，自己就能获得力量提升等级。你正在关上窗户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，请听判断题。扑克牌中的方块象征的是财富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天赋神通涅槃。涅槃是凤凰的天赋神通，可以浴火重生。自己一个玄武血脉却获得了凤凰的天赋神通，好怪啊！没凤凰之血也能涅槃吗？我查看了一下这门神通，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，直接就能使用，没有别的限制。只要死了就能触发这门神通浴火重生。这神通倒是非常强大，但总感觉有些不吉利。我看完天赋神通后，又将神界泥土之类的东西拿出来一一查看。这些东西就算没有什么特殊作用，但都沾有神性，再怎么也不会差吧。变成了一堆灰白色的生命机，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，这些褪了色的东西一碰就散，变成了水泥灰一样的模样。我呲了一声，把它们通通扔进垃圾桶里。这些东西表面上看着没少，竟然填满了一个垃圾桶。躺下开始冥想，巩固修为。念力无法捕捉到它们的存在，这废伤的功能是遮蔽念力，应该不会只有念力。之前一直不打雷，现在却突然打起了雷，有古怪。只要你不找我，我就不找你，你来找我。
我必弄死你！这绿色好像不是某种化学颜料，也不是把水染了色，好像是水底多了一些东西在发出绿光。可所有有水的地方都在发光，那是什么？水母、荧光水藻，还是其他某种微生物？我收回刀，把窗帘拉上，然后去厨房煮东西吃。不管外面怎么样，饭还是要吃的。吃完之后再看这妖气散不散，散了的话，自己就把空中的乌云驱散，解决暴雨灾害这一危险，赚取一些力量。不散的话，那就睡觉休息。你正在啃鸭爪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，请听判断题。天下第一奇山指的是黄山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重力掌控。只听名字，这个奖励内容便不用查看，但是这个奖励确实非常强大了。奈何我获得的奖励太多，自己并不怎么放在心上。说起来还得感谢那个人工智能，所以说任何东西都有多面性，有好有坏，只是因为阵营不同而变成了敌人。你正在甩掉手上的水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，请听题。寿眉属于白茶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暗能级数炸弹。你正在闻臭袜子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，请听判断题。女子24岁，属于花信之年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御剑术。请听判断题。苍蝇吃起来的味道是甜的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。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身法雷闪。吃完饭然后洗了碗，休息一会儿之后就去上床睡觉了。这中间自己连续触发了7个问题，获得了7个奖励：暗能级数炸弹、御剑术、身法雷闪、放大镜、大师级射击技术、百兽语以及1袋尿素。早晨7点，我从床上起来，先来到窗边看了看外面的情况。大雨变小，天空阴沉，积水淹没1楼不仅流动了起来，里面的绿色亮光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黑。如果换了别人有点实力，一定会顺着这水流去查看一番，但我看了一眼后便收回目光，去厨房做早餐去了。简单吃过早餐后，我缩到沙发上玩手机，不紧不慢，不慌不忙，等到中午就去吃午饭。午饭吃了，困了就睡一会儿，睡醒了继续玩，玩到晚上饿了就去做晚饭。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。等到一天过去，我睡上床的时候，自己已经触发了11个判断题，答对之后获得了11个奖励。除此之外，再无任何事情发生。怀揣着明天也有今天这么平静的希望，我沉沉睡去。可生活常常都不如人意，对某件事带有希望，那通常都意味着这件事很难发生，所以第二天并不如我希望的那样平静。甚至没到第二天，在半夜的时候，外面的动静把我给惊醒了，一阵又一阵的敲门声在小区各处传来，在这夜里显得尤为刺耳。我猛然瞪大眼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些身影全是鬼魂。他们是鬼魂，那下面流动的水是什么？忘川河。可这里面也没有阴明气息啊。这还不只是明月小区，整个北城区半个天南市全都是这样。另外半个虽然我的念力覆盖不到，但想来应该也是这样。我想了想，把自己身上的气息收敛，用亡灵元素包裹全身，来到外面。亡灵元素和阴魂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这些低等的鬼魂也看不出端倪来。哥，我们是在找什么？白君大人的东西丢了，让我们找5个人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是糊涂鬼，记不住事儿。你还真是个糊涂鬼，别偷懒了，快点把那些人找到，不然明史大人会把我们扔进冥河的。搞这么大的动静，竟然就是为了找自己？白无常实力这么强吗？控制这么多的鬼魂？还是说只是碰巧，刚好天南市里有人答错问题，引来了冥河。白无常借着冥河里的鬼魂来为自己办事。于是我返回家里，用神界废壤做了一个方盒子，把自己笼罩在里面继续睡觉，只要看不见那就过意得去了。果然罪不可恕，今日我必要将你裁决。裁决之书请指引我位置。裁决之书是神器，其强就强在实力比裁决神强的他感应不到位置，所以这也就使得裁决神的每次裁决都100%的成功。这身影正是我之前在神庙里看到的3神之一，裁决神风宁。他受到某种力量的牵引，从东边过来，刚一来到天南市外，就感受到了强烈的罪恶气息，手中裁决之书哗啦啦的翻阅不停，这表明其人所犯下的罪孽程度罪无可赦。他不是傻子，已经知道我手里有让他也抵抗不了的力量，如果还傻乎乎的找上门去，那不是犯贱，求着被人打。裁决神很强，但与他比起来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裁决人自然也会被拿捏。
裁决神的作用是找到对方，而借刀杀人，他找不到位置，裁决神可以。也正好天安市出现一条冥河，这冥河和地府忘川有相似之处，容纳万千鬼魂，却又没有忘川强大。他便把鬼魂从里面召了出来，袭扰城中居民。我倒要看看谁能破得了我这鬼城。只要我解决了鬼城这个危险，就能成为唯一真神。怎么还有出租车在跑？鬼出租？人？鬼？不能是神仙？我前2天才遇到一个神仙，他竟然要水淹天南，要拿几10万人的命去升级。如果将这神仙解决，再把这边的罪孽之人解决，那不是铁定的6级？听你的口气，你是神？我乃是裁决神，制裁一切罪恶。你不会也来一个水淹全城吧？竟然还有这种事！是谁？他在哪里？这人是好人，虽然还不确定是不是人，但一定是好的。不要激动，已经死了，被我兄弟给灭了。你兄弟？他灭了神？他也是神？他不是神，不过确实有点神。不是神怎么可能杀死神？你在骗我！骗你做什么？要是没把那个水神杀死，天南市早就成为一座水下城市了。我乃是裁决神，制裁一切罪恶。真的假的？我这次过来，就是要裁决那个将这里变成鬼城的人。不跟你多说，你看好吧，很快天南市的鬼魂就会散去。这神感觉很厉害啊！刚刚黄辉逢去商场里零元购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家出售顶级食材的铺子，牛排按克卖，这种好东西他从没吃过，正好可以去找方云一起吃。你想干嘛？我有正事要做，待会儿打起来了可能会误伤到你们。我是裁决之神，不能伤害无辜。没跟着你，我去找我兄弟吃火锅，他在明月小区，要不你让我先走？你走。好。你不会也去明月小区吧？之前风宁说要解决把天南市变成鬼城的罪魁祸首来着。这个罪魁祸首不会就是方云吧？方老弟有这个能力？什么小区？我是按照裁决书的指引前行，前面再走不远就是目的地。前面就是明月小区。你那位弑神的兄弟就在明月小区，所以这鬼城也很有可能是他造成的。我不知道，你不会真去找他吧？别啊，没仇没怨的。我看你人还不错，别去送死啊！你这是要去送死吗？送死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去送死？他能把我杀死？这世上能杀死我的人还没生出来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他杀神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对不起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我要让他尝尝我裁决之剑的厉害。裁决之剑，出来吧。我没见过你，你不是我们小区的，你是谁？啊，李老板，李老板。你是谁？要做什么？我们无冤无仇，没有理由动手，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。我是裁决神风宁，执掌罪恶裁决，凡是邪恶罪徒都要受到我的裁决。这楼上有一个罪徒，天南变成鬼城就是因为他，我要将他裁决掉。裁决神这个名字在哪里听过？不就是神庙里的3神之一吗？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是神？你干嘛？把我放开！我打不过他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裁决。这乱世都将由我终结！你们能成神的都有毛病是吧？把云老大惹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的。禁锢所有干扰裁决的包庇者，封印他们的力量，将他们全部钉到墙上。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裁决。住手！管你是几级的神，别惹方云啊！这些人简直不可理喻，跟失心疯一样。嘴上口口声声说的都是为他好的话，实际上一个骂的比一个脏。你们别太过分了，我虽然不会伤及无辜，但不代表我就好欺负。没人欺负你啊，大哥！我话没说完你就走了，你不能惹方老弟，他可以轻易杀死你的。神界知不知道？神庙知不知道？神位知不知道？他可以……完了，云老大出来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不关我的事儿了，我可是极力阻止他的。怎么，你老是会给我找事？我冤枉啊！这个逼他要来杀你，我极力阻止，然后他就把我钉墙上了。
就这种劝人的方法，不是起了反作用？你是危险阵营的？不是。那你吃多了没事做来找我麻烦？我要裁决你，你让天南市成为鬼城，民怨沸腾，罪恶滔天。裁决神风宁，你听过我的名字？让天南市变成鬼城的不是我，你找错人了。裁决之书指引怎么可能有错？别说废话了，你所犯下的罪恶必须得到制裁。裁决之剑虽然是单体伤害，但只要它足够大，就会变成群体伤害。可现在他被闪电包围，这一剑落下来，他也得挨批。但就在他翻书的时候，我动作比他还快。我拿出了红心 A 这张牌，不需要我说什么话，是主动能力，使用后就能触发。他感觉到一股尿意，根本来不及多想，因为尿已经涌了出来。这下也不需要他选择了，直接就尿在了裤子里。霎时间，他便感觉到一股热流从大腿滑过到小腿，再到脚后跟，最后到鞋底。出手了吗？怎么出手的没看清啊？你不用掩藏，你出丑的样子是我做的，你出丑的视频我已经拍下来了。如果你再来找我麻烦，我就把它传到网上去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妥协？只要杀了你，拿回视频，谁又能知道？你在撒尿呢？唉，谁说撒尿的时候就不能活动了？真拿你没办法。给小区守门10年，红心 K 是任务牌，虽然和红心 A 一样，都是指使对方做一件事，但任务牌只有第一个任务由我提出，剩下的都是被使用任务牌的人来说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守门10年，中途表现好，我可以放了你。我只忠诚于裁决之书，我就算死也不会为你做事。风宁终于反应过来，对方手里有着制服他的力量。原来刚才那些人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我永远都不会为你做事的。我懒得管他，他只是小鬼，后面的主谋还没有现身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在看着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出来见个面，说句话。怎么，不想要你的东西了？在跟谁说话？暗处还有人。终于来了，好像有点不对。白无常是鬼，他出来应该是阴气森森，可这空中的漩涡里不仅阴气浓厚，而且还充满了妖气。白无常和妖完全就不沾边，而且这阴气比之前见过的还要强大纯粹，似乎是阴冥气息的浓缩版。白无常是鬼，他出来应该是阴气森森，可这空中的漩涡里不仅阴气浓厚，而且还充满了妖气。白无常和妖完全就不沾边，而且这阴气比之前见过的还要强大纯粹，似乎是阴冥气息的浓缩版。我脸色微变，不是白无常，这是别的危险。你在狗叫什么？这狗是什么玩意儿？以后再玩吧，现在你先给我滚下来。要我滚下来？小子，你有一点太不自量力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哮天犬。呵，那种小东西也配跟本座相提并论？本座天狗一族老祖白黄。如果按照某些小说里的描写，哮天犬也是天狗一族的。这么说来，在天狗一族老祖面前，哮天犬确实是小东西。我先一步出手，拿出了红心3。其实这个时候 A 更有用，白黄这么好的实验对象，不试试太可惜了。星期天逛3园，什么园？动物园。只感觉自己被一股不能抵抗的力量笼罩，所有的一切都被禁锢，力量被剥夺，嘴中吐出的光团也在瞬间破灭。说出所有的动物，计时10分钟。请开始。白黄眼中满是愤怒，他能感觉到这是属于那座该死的小塔的力量，就是这小塔把他带到这里来的。白黄身体发抖，如筛糠一样，带给他的痛苦也越来越大。等到最后3秒，白黄感觉自己快要死了，憋着没法才开口吐出一个字：急。正确，倒计时1秒。云老大，你10级了？没有。用了疑问之塔的一个奖励。别，你别告诉我，我还想多活几年。我懂知道的越多，死的越快。被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他真是越挫越勇，明明每次身体都会破灭，却又一次次的凝聚。裁决之书会自动为我凝聚身体，裁决之书不灭，我的身体就不灭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。
你以为我想这样？不过哪怕这天上的妖物超过10级，哪怕他是20级、30级，也不可能杀死我。哈哈，我是不死的，永远别想杀死我。你们可以禁锢我，但就是杀不死我。嘘，你小点声，你别这么嚣张，惹到方云生气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们这些神并不是杀不死，掰碎了神位一样会死。你们的神位就放在神界神庙里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都说了，方老大能是神吗？之前那个水神就是他进入神界的神庙里，找到他的神位掰碎杀死的，这就是他从神界里带回来的，你应该认识吧？你怎么不早说？别吧，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降低你的存在感，不要惹到方老大的注意，同时把那些找过来的麻烦都解决掉，不要让他们出现在方老大面前，这样方老大一高兴，没准就放了你。你为什么帮我？我一直就想说，都从外面追到了这里，你不给我机会啊？李爱国也在劝你，你也不听啊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啊？要不我去道歉？他喜欢女人吗？我可以用裁决之书变成女人，身材很好的那种，36一大长腿还有黑丝。你先走吧，我帮过很多人，不止你一个。你以后要是发达了，要是愿意的话，帮一下我就行，就当我对你的投资吧。好，如果我真的得救了，以后必定报答你。我对裁决之书发誓。好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你刚刚说你可以用裁决之书变成美女，36亿大长腿黑丝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想开开眼界。哎呦，嘴花花惯了，忘了媳妇还在后面坐着。我错了。看大门就看大门吧，许多英雄好汉都是从小人物做起的。你正在整理头发，成功触发问题，倒计时10秒，请听判断题：小考拉闻起来和糖浆一个味，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对的，答案正确，恭喜获得造梦之术。现在已经过去了5分钟，不愧是天狗一族老祖，连续说了5分钟都没有出错，保不齐他就能说上10分钟。所以我决定在第9分钟要完了的时候，再衔接上红心6，一棵柳树扭一扭。地孤牛、地老虎、蚯蚓、楼庐、暴击母，错误！我就知道，妈的狗爷，我活够了！你有种弄死我，我不怕！他就不是一个愿意服软的狗，堂堂天狗一族老祖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？暴击母。不过自己并不打算放过他，看着没了法力从天空坠落的白黄，我用风将他接了过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再叫把你炖来吃了。我是天狗，你竟敢把我变成一只鸡！你这狗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是天狗。我知道。那么天狗，你做好了继续接受考验了吗？每次数值增长1，计时10分钟。一棵柳树扭一扭，2棵柳树扭2扭。老子不干！之前还不是努力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谁爱玩谁玩吧，老子摆烂了。小小疼痛不足挂齿，一棵柳树扭一扭，101棵柳树扭101扭，102棵柳树柳，102柳。仅仅过去5分钟，他便出了错。错误？哪里错了？我干宁娘哪里错了？你这是在找死！你这柳树，你找死！你这柳树，你给本座等着！让他去守单元楼大门，和风铃一样也是10年。这样子以后就不会被打扰了吧？5级的裁决神看大门，至少10级的狗神看大楼，他们明月小区无敌了。